大家好，我是微笑。谁也没想到，上期说了运20，但咱们竟然还有更强力的空中巨无霸。中国一款470吨级的非翼式运输机设计曝光。就在前几个月，一个航空科研团队发布了一篇技术论文，虽然没点名具体型号，却用一组硬核数据震撼了全球。470吨的最大起飞重量，120吨的载重，0.85马赫的巡航速度，再配上摇鱼般的扁平造型，这哪里是运输机，分明是从科幻电影里飞出来的空中巨无霸。不少军迷调侃，运20当主角没几年，难道就要变牛夫人了？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款神秘的超大型运输机究竟有多厉害。咱们拿大家熟悉的运20做个对比，就能瞬间体会到它的含金量。运20作为目前中国空军的主力战略运输机，最大起飞重量220吨，载重66吨，已经能轻松扛起 99A 主战坦克驰骋疆场。但跟这架470吨级新机比起来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470吨的起飞重量相当于2架半运20，载重更是直接翻倍，意味着一次能拉2辆 99A 坦克，或者搭载一个全副武装的步兵连外加全套装备。更关键的是航程，新机在满载状态下能飞行6000公里，从北京直飞夏威夷完全不在话下。要是空载再加上空中加油，全球直达都不是问题。这个数据放在全球运输机圈子里，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。目前现役的超重型运输机里，美国的 C5M 超级银河最大起飞重量381吨，载重129吨；俄罗斯的安124鲁斯兰起飞重量405吨，载重171吨。咱们这架470吨的新机起飞重量直接超越美俄现役机型，载重虽然略逊于安124，但考虑到安124已经停产多年，新机一旦服役，就能立刻填补中国在400吨级超重型运输机领域的空白，彻底终结美俄在该领域的垄断。可能有人会觉得载重多几十吨而已，至于这么激动吗？这话可就外行了。现代战争拼的是快反能力，运输机的载重和航程直接决定了部队的部署速度。比如在海湾战争中，美国靠 C5 和 C17 运输机48小时内就把第82空降师从本土投送，运送到了上万公里外的沙特。这种速度优势直接奠定了战场主动权。咱们这架新机要是服役，意味着未来能在更短时间内投送更多重型装备，战略威慑力可不是简单的量变，而是实打实的质变。更厉害的是，论文里还提到，这架飞机在减载的前提下，能在600米的简易跑道上起飞，就算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地区，照样能升空。要知道，高原机场空气稀薄，发动机推力会下降，对运输机的性能是极大考验。咱们的青藏高原和西部边境多是这种地形，新机的这个能力简直是为边疆防御量身定做的。不管是物资补给还是装备部署，都能做到召之即来，来之能战。除了数据亮眼，这架新机最抓眼球的就是它的造型。没有传统运输机的圆筒机身，取而代之的是像鳐鱼一样扁平宽厚的整体结构，看起来科幻感十足。但千万别以为这是设计师为了好看，这种叫翼身融合布局的设计，每一处都藏着航空工程师的巧思，全是奔着提升性能去的。先给大家科普下什么是翼身融合布局。传统运输机比如运20 C17都是圆筒机身加机翼的组合，机身和机翼是两个独立的部分，连接处会产生很大的空气阻力，而翼身融合布局就不一样了，机身和机翼是逐渐过渡的整体，就像一块完整的升力板，空气流过时能更顺畅地贴附在机体表面，阻力能减少不少。这就好比跑步时穿紧身衣肯定比穿宽松外套跑得更省力，飞机也一样，阻力小了，不仅飞得更快，还能省燃料。这种设计带来的最大好处是货舱空间的革命性提升。传统圆筒机身的货舱宽度有限，比如运20的货舱虽然能装下坦克，但一些超宽超高的装备，比如大型雷达天线、弹道导弹发射车，就只能委屈地拆成零件运输，到了目的地再组装，既费时间又影响精度。而新机的扁平机身内部是一个巨大的矩形空间，宽度和高度都比传统货舱大得多。别说完整装下大型装备，即便未来需要运输小型航天器或者无人机集群，也完全不在话下。可能有人会问，机身这么扁，不会影响结构强度吗？这就要说到另一个技术亮点了，复合材料的大量应用。
传统运输机机身主要靠铝合金，重量大而且容易疲劳。新机大概率会用上咱们自主研发的碳陶复合材料，这种材料比铝合金轻1半以上，强度却能提升好几倍。就像现在的高端运动装备，碳纤维的比钢制的更轻便也更结实，机身重量减轻了，就能腾出更多载荷装货物，还能延长飞机的使用寿命，一举多得。再看细节设计，后掠的外翼段、上翘的翼梢小翼、V 型尾翼，每一个部件都大有讲究。后掠翼能有效减少高速飞行时的空气阻力，让飞机能达到 0.85 马赫的巡航速度，这比 B5 和安124都要快。翼梢小翼就像给机翼加了个导流板，能把机翼末端浪费的气流转化成升力，进一步降低油耗。V 型尾翼则比传统的垂直尾翼更轻便，还能减少雷达反射面积，既兼顾了实用性，也兼顾了隐身性。这些设计特点综合在一起，最终造就了这架颜值与实力并存的空中巨兽。其实翼身融合布局也不是什么新概念了，早就应用在战斗机上了，比如 F-22 和歼20都依靠这种设计来提升机动性和隐身性。但把这种布局用到470吨级的运输机上，难度可就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了。战斗机也就10几吨重，运输机却要扛着上百吨的重量飞行，这对结构设计、气动仿真的要求高到离谱。咱们能拿出成熟的概念方案，说明在大型飞机翼身融合技术上已经突破了关键瓶颈。看到470吨级新机的消息，不少人调侃运20刚活几年就成牛夫人了，这话其实有点片面。要知道，任何一个国家的装备发展都是阶梯式的，没有运20的技术积累，哪来的470吨级新机？这就像盖房子，得先有1层楼的基础，才能盖起摩天大楼。运20的意义在于，它让中国彻底掌握了大型战略运输机的核心技术。在运20诞生之前，我们只能依赖从俄罗斯引进的伊尔76，不仅数量非常有限，性能也完全跟不上我们的实际需求。比如伊尔76的最大载重只有40吨，货舱内部也特别狭窄，很多重型装备根本就塞不进去。运20正式服役之后，不仅最大载重一下子提升到了66吨，还能适应高原、复杂气象等多种环境。更重要的是，从发动机到航电系统，大部分核心部件都实现了国产化，这让中国跻身能自主研制大型运输机的国家行列。更关键的是，运20为中国航空工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。大型运输机涉及气动设计、结构力学、航空发动机、航电系统等上百个学科，需要几千家企业协同配合。运20的研制过程就像一场大练兵，让咱们在大型飞机的总体设计、系统集成、试验试飞等方面摸透了规律，培养了团队。现在的470吨级新机其实就是这场大练兵的优秀成果。没有运20打下的技术家底，新机的概念设计目前还处于初步阶段。即便未来新机正式投入使用，运20也不会因此下岗，反而会与新机形成高低搭配的格局。就像美国的 C17与 C5运输机，俄罗斯的伊尔76和安124一样，470吨级的新机主要负责洲际战略投送，例如将重型装备、成建制的部队投送至全球各个角落。运20则负责区域战术支援任务，在战区内快速转运物资、人员，或者在条件有限的前线机场起降，两者各司其职，使能形成全球覆盖、全域到达的战略投送网络。470吨级超重型运输机的概念曝光，与其说是运20变牛夫人，不如说是中国航空工业厚积薄发的必然结果。从当年的望尘莫及，到如今的同台竞技，再到将来的全面超越，中国运输机的发展历程，正是中国从航空大国走向航空强国的缩影。这架飞机的背后是无数航空工程师日夜不懈的攻关，是中国整个工业体系的全面升级，更是一个大国崛起的雄心与壮志。它不仅能让中国空军的战略投送能力迈上了新的台阶，更能有效带动整个航空产业链的蓬勃发展，为民用航空、新材料、高端制造等领域注入了崭新的活力。当然，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，从概念到正式服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美国和俄罗斯在超重型运输机领域确实还有不少深厚的技术积累，但正如运20成功打破了国外垄断一样，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，扎实攻克技术难关，迟早会让这架科幻巨兽成为现实。到那时，中国空军将真正具备全球到达、全球响应的能力。运20和470吨级新机将组成黄金搭档，
在蓝天中守护国家的安全与利益。而那些曾经嘲笑中国造不出大飞机的人，终将见证一个航空强国的崛起。这一天不会太远。好啦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微笑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